据《华尔街日报》4号的报道，苹果公司正在加快将部分生产移出中国，并希望供应商更积极规划把组装厂移往印度、越南等国家。报道称，苹果公司的产能超过80%在中国。实际上，苹果从2018年起就提出了全球供应链重构计划，当时的动机是特朗普挑起的关税战，但疫情导致全球性物流受阻，而中国政府保生产的政策让苹果公司大为获益。3年来，该公司出货基本保持正常。苹果母公司也针对一些产品申请了关税豁免。更令白宫始料未及的是，由于美国疫情控制不力，苹果公司位于美国本土的唯一一条生产线，位于德州的电脑工厂被迫关闭。为了满足订单发货需求，苹果公司将这条在美国本土最后的生产线转移到了中国。苹果公司 CEO 库克更是在2019年批评称，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将导致苹果的产品丧失竞争力，将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其实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各种成本高而且供应链并不完备，而且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那其实美国它已经不具备制造业的优势了，无论是说奥巴马时期的再工业化，还是特朗普时期的什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包括这个拜登时期的什么芯片与科学法案还有什么通胀削减法案，它其实都是试图将制造业搬回美国。它过去不行，它现在和未来可能更加也不行。有媒体报道说，苹果公司加快将部分产能搬离中国，您又是如何看？的确，最近一些消息也传出，苹果公司在调整其全球化的布局。我们需要看到苹果公司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因此呢，苹果的动向就非常受人关注。苹果的市值、体量以及在产业体系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从2个角度来看，一个呢是战略层面，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呢，苹果公司的调整会带来相关产业全球布局的变化，背后呢就是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在全球经济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的时代呢，苹果的确具有强烈的战略含义。正因为如此，苹果的一举一动有可能会被过度解读。特朗普政府时期就要求苹果公司要回归美国，苹果呢也计划将一部分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但是还有意思的是呢，在美国政府的关税战以及疫情初期的混乱之下呢，美国唯一的苹果工厂也关门了。这其中我们能够看到全球化的苹果公司跟追求美国优先的美国政府的战略呢未必是契合的。战略的另一个含义就在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来自于先进生产力。中国是苹果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尤其是郑州是全球最重要的苹果手机的生产基地。当然呢，也是依靠富士康的苹果手机的组装生产，郑州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动能。代工工厂在苹果生产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仅能够吸纳就业，而且呢会形成新的产业生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代工已经成为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竞相争取富士康的投资，自然也具有战略的含义了。从商业层面来说呢，苹果公司作为一家企业，其产品需要市场。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中产阶级呢还在增长，是苹果最重要的市场。这是苹果不可能与中国进行脱钩的重要的纽带。另外呢，从生产来看呢，富士康作为苹果主要的代工生产厂商，其实呢是复杂生产体系的组织者。要生产苹果手机，不仅需要土地、劳动力，更需要相关的配套企业、零部件供应商。也就是说呢，苹果手机的生产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制造基地，也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努力，更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协同演化的结果。对于苹果离开中国这样的消息呢，我们当然要关注，努力去营造和维持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枢纽角色，同时呢，也要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地位，通过自我提升呢，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机会。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